命运传奇》是 Namco 于1997年12月23日推出在 PlayStation 平台上的一款角色扮演游戏，也是传奇系列的第2部作品。本作充分发挥了 PS 的硬体性能优势，在画面、玩法等方面都进行了强化，在系列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走在《幻想传奇》的制作时期，本作就已经立项，起初是作为前作的续篇进行开发，打算将新作命名为《幻想传奇2》，计划进一步扩展并强化《幻想传奇》的内容。然而，由于前作故事已经完整终结，续写时受到各种限制，导致开发组的许多新创意都无法展现。最终，他们决定推翻原计划，转而开发一部全新的作品。剧情上与前作没有直接联系，但保留物品名和战斗系统，加入前作系统中无法实现的内容，并对前作有问题的设计进行改善。在画面氛围上也尽量保持一致。考虑到已经是全新的作品，那么画师也需要进行更换。最终，开发组从众多备选插画师的作品中选定朱古木美老师为本作绘制人设。当时正值格斗游戏最为流行的时期，因此玩家们对格斗元素并不陌生。战斗在原有基础上引入了联机系统。由于前作只有一名剑士克雷斯，导致经常出现同伴看戏和莫名其妙的送死行为，因此本作特意增加了大量剑士型角色。此外，前作被诟病的高遇敌率也进行了调整。其实《命运传奇》和《幻想传奇》的战斗操作更偏向指定输入，与之后偏向实时战斗的作品有较大区别。历代传奇系列的战斗系统都是以程序员为主导，特别是早期的作品，在开发战斗系统时，通常不会事先制定企划书，而是由程序员直接设计出系统框架，然后再基于实际效果进行书面整理。在幻想和宿命时期，战斗设计主要围绕主角展开，对其他角色的技能数量上不会投入过多精力。直到后来的永恒传奇和命运传奇2，配角的技能数量才逐渐接近主角，丰富了他们在战斗中的表现。由于平台转移到性能更强且支持大容量 CD 的 PlayStation， 使游戏可以为主题歌配备开场动画，语音数量也有所增加，更是将大地图改为 3D 多边形描绘。新的战斗系统被命名为 Enhanced Linear Motion Battle System， 取消了技能和奥义的距离限制。角色的点阵图形象和比例保持了与前作一致的风格，这里可能是为了强调与前作的关联而有意为之。故事上更偏向王道 RPG， 在世界观的构筑上投入了大量的心血，许多关键设定延续到了后续的作品中。例如系列经典料理麻婆咖喱首次登场于本作，顾名思义，就是将麻婆豆腐与咖喱进行结合。后来甚至推出过现实版的速食产品，不过卖相有些不尽如人意。尽管音乐编曲人员没有变更，但本作的 BGM 表现相对逊色，几乎没有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曲目。游戏的难度被普遍认为是系列最低，与前作形成了鲜明对比。此外，一敌后的读取时间稍长，尤其是玩过前作的玩家可能会感觉得更明显。熟悉该系列的玩家可能都知道，前作的开发成员出走后，在 SFC 上制作了星海游侠。本作也是系列中首款被玩家与星海游侠进行比较的作品。几乎每部传奇作品必备的角色对话系统，其雏形源自于命运传奇中的 Active Party Window 系统。在地图画面放置30秒后，就会自动触发角色对话。こんだけ積もってると雪だるまが作れそうね。まったくくだらんな。玩家可以从中了解到角色的喜好、关系和个性。据丰田纯回忆，当时的 RPG 作品中 ，NPC 一旦加入队伍，成员间就不会再有对话交流。不过新系统的加入，对于负责开发的日本通信网络来说，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由于是开发中途提出的想法，导致调试和 debug 过程格外繁琐。
而这个原本被视为彩蛋的附加系统，也在不知不觉间成为系列的标志性元素之一。悪いことをしましたあ、気にすることないよ。考虑到全新的故事以及画风和世界观都发生了变化，在标题后简单加个数字的命名方式显然不太适合。经过一番商讨，他们决定保留 Tales of 的命名方式，只更改最后的关键词。本来是仅限本作的命名方式，可谁都没想到会一直延续到今天。正在几乎与传奇系列绑定的猪谷木美老师，他的作品以纤细柔美的线条和柔和的配色著称，是一位极具才华的画师。高中毕业后，他进入动画公司 RC Production， 参与过多部动画作品的制作。以动画原画师的身份参与了《宇宙战士巴尔迪奥斯》等作品后，他被提拔为角色设计师。1982年，出自 RC Production 的年轻职员创立了新动画公司 Kaname Production。猪谷木美移籍到新公司后，担任过《魔镜传说》和《无敌三色狼》的角色设计，还在次年以漫画家的身份出道。1984年从公司辞职后，成为自由画师。以角色设计和作画监督的身份参与了《梦幻战记雷达》和《Bindalia》的制作。同年，他开始为小说《宇宙皇子》和《风之大陆》绘制插画。猪谷木美老师在生活中是一位游戏和职业摔角的爱好者，尤其偏爱格斗类游戏。他曾因痴迷 VR 战士2而抛开工作，有近1年的时间从早到晚泡在街机厅。在接到《命运传奇》的工作邀请前，猪谷木美就已经在 SSC 上接触过《幻想传奇》。前作发售后没多久，Namco便找到他，希望新作的角色能由他来设计。通过文字设定资料，不断完善和修改角色形象。把麦提康格曼设计成光头，就是来自丰田纯的提议。因为游戏中的形象是经过简化的点阵图，他特意在设计中将每名人物的发色和发型都做了明显区分，并乘着仅凭剪影就能辨认出角色的理念进行设计。另外，猪谷木美老师和流行天王 Michael Jackson 之间有过意外的交集。1987年，Michael 在日本巡演时，在京都的书店偶然看到了猪谷木美为宇宙皇子绘制的画集，被其作品独特的用色所吸引，甚至主动提出想要与他见面，以这次会面为契机，留下了这张合影。继《命运传奇》之后，猪谷木美与藤岛康介共同为传奇系列多部作品负责角色设计。可令人遗憾的是，2024年3月18日，由猪谷木美老师的妹妹对外公布了老师已于3月10日离世的消息，享年63岁。对于他的突然离世，令无数粉丝深感惋惜。为本作制作动画的 Production IG 最早是动画公司龙之子的分氏，直到1987年独立，1993年正式更名为 Production IG， 是透过猪谷木美老师的牵线介绍给了 Namco。之所以选择这间公司，是为了尽可能还原猪谷木美老师独特的画风。而 Production IG 之前制作过有老师参与的剧场动画《风之大陆》。其实 Production IG 一开始是拒绝的，推辞原因是公司太忙。虽然 Namco 坚持不断上门拜访，依然无法得到肯定的答复。在后来的访谈中，负责动画人设的松竹德信透露，最初之所以拒绝，是因为担心无法将猪谷木美老师笔下的角色完美呈现到动画中。制作人四川英和提议，让松竹先尝试绘制一些样稿。松竹提交画稿后，身为导演的冈村天斋看后表示完全可以用，而且刚好游戏开发决定延期 ，Production IG 这才正式接手了游戏的动画制作。至于动画的表现手法，考虑到假如使用3D 动画会破坏游戏氛围，但传统的赛璐璐动画也无法满足所需的效果，于是决定采用当时还非常少见的数码化动画制作方式。当时的 Production IG 正处于引入数码化制作的第2年，
得益于数码化制作，更便于日后的高清化，相比传统的赛璐璐动画更简单。Production IG 凭借不俗的制作实力，随后一直为传奇系列制作动画。为了本作的主题曲 ，Namco 特别邀请日本摇滚乐队 DIN 进行创作和演唱。DIN 以主唱池森秀一和键盘手山根公路为核心成员，其他成员并不固定。DIN 在90年代相当活跃，曾为多部经典电视动画演唱 OP 或 ED， 如《中华一番》。名侦探柯南。以及《龙珠 GT》。这次为《宿命传说》创作主题歌，是他们首次涉足游戏界。主题歌如梦一场的副歌旋律来自当时的成员之一与金本直纪，以他之前创作的这段旋律为基础，再根据收到的游戏故事大纲和动画分镜稿进行进一步的发散创作。4位成员在收到 Namco 发来资料的当晚就完成了主题歌的作曲工作。池森秀一则根据游戏情节和自己的理解进行填词。他在采访中解释，虽然歌词贴合游戏剧情，但也可以当做一首情歌，主要描述了不愿意面对分手的现实，宁愿将一切当作梦境来逃避痛苦。如梦一场在 Namco 内部获得了一致好评，尤其是副歌部分，旋律极具感染力，因此在本作的广告和宣传 PV 中被多次使用。出生于小村庄的青年斯坦离开家乡，偷偷登上了前往大国塞因加尔德的飞行龙。飞行龙在行驶期间遭遇到了怪物袭击，陷入绝境的斯坦在飞行龙的货舱中发现了寄宿着人格的守护舰迪姆罗斯，并因此成为了守护舰使。在接下来的旅途中，斯坦与同为守护舰使的伊伍德、女主陆地等人相遇，共同踏上了充满未知与挑战的冒险之路，同时也彻底改变了斯坦命运的轨迹。主人公斯坦由关之一担任声优，女主陆地则由金井由香献声。此外还有素水奖、绿川光、井上喜久子等众多知名声优加入，可谓阵容强大。值得一提的是，在幻想传奇和命运传奇时期，通常是先由日本通讯网络提出推荐的声优人选，然后再从中联系可以参与到这项工作的声优，直到永恒传奇才开始进行声优的海选。命运传奇围绕着神之眼的野望，是传奇系列中首部漫画化的作品。这部漫画由 Kitsuki Shinki 老师绘制，同时也是他的出道作品。因为啄木鸟老师非常喜欢游戏中的里欧，他多次表达希望更改剧情的意愿，最终 Namco 被其热情所打动，所以漫画版的剧情与游戏存在着一些差异。另一部与原作同名的漫画于2000年开始连载，作者是 Komazu， 剧情与游戏原作保持了一致。除了漫画，还推出过多部小说以及 CD 广播剧等周边产品。命运传奇是 Namco 首次尝试面向海外发行的传奇系列作品。由于文本量庞大，翻译工作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可初期在海外的销量并不理想。当时的美国玩家普遍表示不想在游戏中阅读大量文字。尽管如此， Namco 始终坚持面向海外推广。传奇系列不仅实现了全面的文本本地化，还为特定国家加入了专属配音，极大地提升了玩家的体验。
《命运传奇》在日本和亚洲地区的销量达到163万套，全球销量总和更是突破了172万套。凭借着这一亮眼的成绩，本作不仅奠定了整个系列的发展基础，还促成了 PS 平台《幻想传奇》重制版的推出。在《命运传奇》开发完成后，制作组内部有不少声音希望能够延续本作的世界观，制作后续的故事。这一想法得到了公司的支持，毕竟《命运传奇》的销售表现非常出色，角色人气也相当高，可以说本作已经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因此，在完成《永恒传奇》的开发后，制作组立即着手开发《命运传奇2》。《命运传奇2》的故事设定在前作的18年后，主人公是斯坦和陆地的儿子凯伊路。凯伊路是一个热血少年，对多年前外出冒险的父亲满怀憧憬，渴望展开属于自己的冒险旅程。游戏的主题围绕着探索什么是正义，以及主角对自我存在意义的思考。开发所认为，有深度的内容可能更容易吸引年轻人，尤其是青少年玩家。游戏平台转至 PS2， 以究极的2D 美术为目标，画面表现上有了质的飞跃。战斗系统采用了全新的 Trust and Tactical Linear Motion Battle System， 最大的特点是引入了 SP 值。SP 值过低时会降低命中和回避率，因此无脑砍杀会让战斗变得更加困难，要求玩家在战斗中更注重策略和节奏的掌控。游戏的主题歌 Key to My Heart 由知名歌手仓木麻衣演唱，歌词也是由他亲自创作的。之前的作品都是由 Namco 和日本通信网络合作开发，为了能够稳定的推出新作，系列开始分成2条开发线。本作就是和交响曲传奇同时开发的作品。2007年，《命运传奇2》被移植到 PSP 平台，虽然 PSP 的性能不及 PS2， 但由于原作是 PS2 早期作品，因此移植几乎做到了完整还原，并且还新增了额外的内容。前面提到过，命运1是系列首款发行海外版的作品，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海外版的永恒传奇却以命运传奇2的名义发售，而真正的命运2直到今天都没有推出过官方英文版。2006年年底发售的《命运传奇》重制版，可以说是一款承载着玩家的期待与开发团队心血的作品。制作组在很早之前就萌生过重置《命运传奇》的想法，同样在玩家间也有过相同的呼声。于是，从初代起就有参与制作的冈本进一郎试探性地向公司进行了提案，结果得到了肯定的答复。由于是 PS 平台早期的作品，以现在的眼光重新审视，在系统和视觉表现上都有所欠缺，他们希望以现代的技术带给玩家与原作不同的体验。考虑到与原作会有较大变化，开发组结合来自玩家的反馈，确立了明确的开发目标。为了不破坏角色在玩家心目中的印象，开发组对角色的新台词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他们还会将这些台词拿给公司内各角色的粉丝进行审核，以确保角色性格不会出现突兀，特别是人气角色里欧更是格外谨慎。因为是已有设定，重制版才可以在创作新剧本的同时进行游戏的开发。团队中除了少量来自 PS 版的成员外，还有大量来自开发过《命运传奇2》的成员，因此他们刻意在重制版中加入了一些与《命运传奇2》相关联的剧情，还为一些重要的场景加入全新的动画，进一步丰富了游戏体验。
战斗系统也进行了革新，更重视空中联机，加入了攻击属性等要素。新的战斗系统受到玩家的肯定，也影响了后续所有2D 版传奇系列的战斗设计。除了画面和系统上的进化，出国木美还为所有角色重绘的例会和多幅插画。角色间的对话都加入了语音，有了更强的代入感，是 PS2 末期的一款佳作。作为传奇系列的第2部作品，本作不仅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更进一步确立了与其他厂商 RPG 的风格差异化。要是将其他的 RPG 比作制作精良的电影，那么本作更像一部充满热血、带点中二气质的剧场动画。这种定位也是本系列的独特魅力。本期关于《命运传奇》的内容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还不错，请转发和订阅，并留言讲讲你关于本作的回忆。这里是玩大的 Neil，我们下个游戏再见。